来吧，新玩具 DX9 的横炮，目前还没有外包装，但是基本上成品差不太多了。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变形结构如何。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人形的效果吧。其实对比动画片里边的一些设定来说啊，整体的一个风格是这一次 DX9 主打的地方，它会舍弃掉之前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变形玩具实体化出来会方方块块的感觉。看身上很多的面儿，它都做了圆润化的处理，所以整体的观感下来是和动画片里边的效果非常接近的一款人形。哎，这个处理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呀。人形的高度在17公分左右，算是一个标准的 MP 小车身高，尤其手臂这个位置的颜色搭配效果，它不是纯白色，专门做出来了和类似于动画片里边的那种带一点灰色或者偏青蓝一点的感觉。但可惜脚尖的这个位置并没有做出来这样的涂装效果，因为换成了2个大合金筷子。侧面来看，薄薄的身材，背包几乎没有。背后的效果该有的元素也到位了，但是背包的这一块车顶子啊，这个就属于质量转换技术了，它没有办法压缩到那么小了，不然这些东西有限的这个人形上边还真没法去隐藏了。尺寸非常夸张的肩炮，不过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玄学了，动画片里边有时候左边，有时候右边，所以呢，这一次 DX9 设计了2个扣子，左右这地方其实是都可以挂的。你摘下来挂这边也成。来看头雕，这一回的横炮做了一张挺帅的脸，但是感觉很刀削，反而不太像动画片里边的感觉了。动画片里边的横炮似乎有一点点婴儿肥，很青年的感觉，这张脸做的老了。那瘦的一个老脸，这个不过是因为变形的需要，它的头最后要变形成一个小细长条，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吧。胸口的位置这一块可以贴汽车人的标志，而且在人形的状态下，这个方块是独立的零件，车型是完全隐藏起来的。这个设计好处是在于横炮终于做了缩胸的机构，这个胸口是用真车头变形出来的，但是人形缩了胸以后，这个身材比例非常的匀称，车头的时候又变得很宽，手臂圆润的过渡，肩膀的这个位置吧，根据造型的需要，双关节可以来回的调整，耸肩立起来。头部360度旋转的话，稍微的会有一点点干涉，现在可能因为前后这2块零件卡着。肩膀360度旋转没有问题，侧举有一些尴尬，会被造型限制到啊，所以只能举到45度。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胳膊肘这里是2段关节，曲肘的幅度也挺大的，哎，这个地方蹭齐了。手腕左右旋转，前后有一个活动的轴，4指连在一起的关节，拇指独立活动。腰部360度旋转，独立的弯腰关节，但是断下来以后这里会脱肉。前踢90度没问题，包括腿部内侧这里都会堵起来。腿整个一圈包裹的还是比较圆润的，并且有做出来喇叭裤的效果。从正面看，整条腿从大腿到小腿这里也是一个葫芦状的弧线过渡，哎，这个做的非常的漂亮。后踢的话只能折到45度，这一块的屁股蛋造型会跟上边这里有干涉。侧踢90度可以踢平，大腿根左右360度旋转。但是吧，这一点不太好的地方，它暴露着很多的螺丝位，而且这些螺丝吧，可能也是因为目前样板的关系啊，并没有上那种平口的螺丝，这个有一些影响美观。看看大货会不会把这些螺丝改掉吧。膝盖位置1段关节能折个120度。并且变形的需要，你可以从这样玩啊，就可以把横炮变成罗圈腿哦，叽。脚踝左右有接地的关节。其他的配件方面还带了一对这样的像是登山镐一样的东西啊，带2个握把，哎，一头呢插着这个凿子，另一头插着这个锤子，也是可以把它替换在手上边，想着把这2个配件通过一个杆子连起来。哎，变成一个近战的兵器，这个想法也不错嘛。
这款人形可以说做的非常不错了，包括360度旋转，整体的一个腰山比例，偷胶空洞的填补，可能就是目前唯一觉得不太好看的螺丝孔暴露的这些螺丝轴效果不太好，再加上肩膀这个地方可动稍微差了一些意思。那我们也是进入这一款非常不错的一个变形过程吧。首先胳膊的变形，我们要把大手摊开，手腕往里窝。四指整个的贴到这一侧，大拇指旋转180度，顺着这个凹槽90度贴进去，然后手腕这地方是伸缩的滑道，我们把它怼到最里边。肩膀位置黑色的带子打开，这个地方有一个插点的扣子啊，在逆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结合到位，使点力气把它掰开，然后看胸口下方这里有一个结合的钩子。把这个地方掰开，左右两半连接的钩打松，撬开。这个时候把肩膀的双关节往下拉一拉，腾开空间。上面的肩带这里连着合金的连杆，拉到上方来，拴着2根合金棍子。从这边看，把脖子掏出来，里边这一块延展开，旋转180度。后背这里把腰弯下来，这一块有点不太好拆，因为边缘这儿有2个钩子卡着边儿，然后侧面呢又有2个凸点穿这2个洞，所以要捏着点，揉着根部捏着点这个边儿。好，拔开这2个扣点，整个就可以把背后这一大块延展，翻，再翻。卷出来这一条，中间的黑色连杆整个的掏出来，这个小方块的位置有一个滑道，我们往后推一下，把它推平，翻到肚子来，脑袋现在需要变形，打开左右两侧的脸颊，翻折180度，贴到后边，让这个脑袋变得很细小。接着看这根黑色的带子，现在在最外侧，我们把这个合金的滑道拉到最外侧来。边缘往里顶一下，这一块就掏过来了。其实这个黑色的料子还是挺有韧性的。然后来看这半个的车密合，首先胳膊拧个180度提上来，顺着这个双关节，我们要往下按一下，把这个双关节错到最底下去。上方的这一片合金的滑杆呢，往下缩，缩到最底下。这个时候呢，先把这2块结合。上下这里有一个套着的扣子，先把这一块扣子按处夹住，让这个小方框正好钻过来，贴合好。接着这里3处的结合，这2个和红色的零件，翻到里边看，侧面的扣子和脸颊侧面这儿一个洞再结合，所以一共3处的位点，把这些都扣上。密合的还算是严丝合缝。这个时候我们要顺着这个关节啊，再往下掰一掰。来看腿部这里的变形，顺着腿内侧的这块板拆开扣子，上下有2个结合的点，上面这里的插扣，下方这里的锁，然后 Z 字折叠把它贴过来，整个的往外撇，脚尖这块合金的零件要旋转180度。别顺着一个方向拧啊，拧不动就倒着转。好，全部摊开，顺着腿肚子里边把车门抠出来，然后这块玻璃往起翻，记得这个边缘啊，稍微的用点韧性，把它这个夹角撇上去，搭在这儿，填平，前轮折开，接着把这个角再回归过来。旋转一个90度，大腿根旋转180度，然后腰拧个180度，后裙甲这里先打开它，然后弯腰关节整个的折平，腾出来腰后边这个大的空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腿往回归，2条都跟这样折上来。这也是为什么后腰会脱肉的原因啊，也是为了让这一块空间好过。2个脚的中间这个黑色零件夹在了凹洞里，
顺这个角度看，脚白色的侧面有一个斜凹槽，刚刚好夹这个胸板的2个边缘。我们先把这一层夹上去，调整一下。好，把这2处都掐进去，也是脚尖为什么必须得摆正的原因啊，不然这个地方会干涉到。前轮呢，依旧是用这个黑色零件的韧性，得稍微别一点点。好，把这块拼合好，再根据这一块肩膀，刚才我们撇下来的那个轴往上提，哎，就捏过来了。接着把后边2个车灯的位置转开。开始密合中间这里的扣点，黑色的车灯后方这里有一个方框的洞，套住这个轴，这个是旋转过去那轴，左右夹合。车门这个位置吧，这里是燕尾锁，所以呢，你得从上往下了这么套，这一块儿。反正变起来的话，也得用点韧性啊。前轮的位置跟白色手臂上边还有2个，推到底，这里夹合。最后都检查一下，密合到位差不多了，把这个后裙架再盖上来，后边的尾翼盖过来。那好。这辆小车我们就变形完成了。整体来看吧，小车变形完成，其实这个一体性是非常不错的，料子挺润泽的，对着镜头也能看出来闪闪发光。透明的车窗里边映射出来了金属的这2个大脚尖，其实还挺有质感的。这专门做俩豆点是啥意思呢？我估计是为了支撑这个脚丫子，其实它这里并不存在插扣的意义。但是呢，这2个豆点就莫名觉得像闪电麦昆的。不过说实话，这个蓝色的透明零件映衬出来里边这个合金轴和这个合金脚丫子，其实还挺有质感的。前方的车灯这里也是蓝色的透明零件，并且还可以翻起来2个小跳灯。前方这一块的涂装，尾部的这里。包裹的完整性都是非常不错的。底盘来看，也算是比较干净吧。合金的轮毂，橡胶的轮胎，变形到位推车还是没什么压力的。可能车型让人唯一觉得不爽的，尾翼上面这里会露着2个扣子啊，这个是在人形最后去锁2个黑色肩带的。还有就是感觉这个倒车镜的位置有一点怪，不过也是考虑到变形结构吧，这一块需要折叠起来收纳到腿部里边。如果把这一块的位置靠上的话，折叠在车窗位置的话，可能夹角过不去。但是为什么感觉这辆兰博基尼变完了以后好小呢？车型的长度14公分也就，所以啊，在人形状态下，那么大的一个个头压缩完了以后，只有这么一点点。雨刷器这个地方倒是也有涂装啊，给我感觉就是这一块再涂出一个黑色出来，这个就更像动画片里边的感觉了。那么整体来说吧，变形过程是非常好玩的，而且用料材质、做工该用一些合金零件和韧性零件的位置也做了零件的更替，人形能保证一个非常不错的圆润的这个效果啊，在车型状态下，对于一个兰博基尼的密合完整性又是这么的好，底盘非常的低啊。倒是如果变形到位的话，并不会出现磨地，刚刚好离地有一点缝隙，而且360度旋转，其实这辆车的完成度也是挺高的了。但是吧，有一些变形的过程需要靠韧性，这个在把玩体验上面可能来说不是很友好。DX9 重生之后，据说换了新的设计师啊，也是开了这条新的系列。目前来看的吧，这个设计师还是有一定的想法的，而且对于一些动画里的还原要素，还有整体人形的一个把控，这个美工，
效果处理的还是非常棒的，在有限的零件上边能把这个圆润的效果在人形和车型都实现出来，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整体把玩下来，有一些地方需要韧性变形，所以也希望在后续产品制作的过程中，把玩家的上手体验也能考虑进去的话，那将来以后对于产品的进步以及设计的进步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款 DX9 的新横炮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